老大媳妇儿，咱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好说的，在这儿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我还不如回娘家呢，起码我爹不缺我这口吃的。娘，快放开。老大媳妇儿，既然你还叫我一声娘，那你就听我句劝，咱不走了行不行？你要走可以，但是得把招福留下。他是我儿子，凭什么留下呀？让他跟着你们家顿顿吃糠咽菜，我才舍不得我招福受这种罪呢。春花，求你了，你要走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招福留下来。让我把招福留下来？没门儿！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啥？还不快点帮忙！你们谁再敢上前，我们母子俩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你们都给我住手！大家都是一家人，闹成这样，让外人看了岂不是笑话？老大媳妇儿，你要是想家了，就回去住几天，过几天再回来，替我们问候亲家公、亲家母啊！老头子，你疯了！你给我闭嘴！要是再胡乱说话，我把你赶回娘家。何木看着李春花带着儿子走，立马伤心地哭起来。走吧，都走吧。老头子，你咋愿意让他带着赵福走啊？你懂什么？瞧你没出息的样，他带招福回去吃娘家饭不是更好了？这样咱们就可以省下2个人的粮食啊。反正招福也是你儿子，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啊。再说他能住多久？过几天就回来了。哦，老头子说的有道理。何三看向一旁的何竹、何树。老二、老三，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把你们大哥扶上床去！何竹、何树赶紧走进屋，把何木扶上了床。可是李春花走了，那何木的吃喝拉撒可咋办？何森想了一会儿，打算让何竹、何树轮流照顾。爹，我不同意。你这混账东西，让你照顾大哥几天都不行啊！没得说，反正啊，你们俩轮流，过几天老大媳妇儿回来了就行了。老杨是郁闷了，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是得想办法让李春花回来。没想到老杨是还没想出办法，李春花背着儿子倒是回来了。除此之外，父母胡金凤和李大奎也上门了。父亲李大奎高大壮硕，满脸的络腮胡，那肚子像10月怀胎似的。金凤啊，咱们好长时间没见了，这回一定要好好的说会儿话。杨氏，我们家闺女嫁到你们家，不知道受了多少罪，眼下这和睦又瘸了，还是让他们赶紧和离吧，让春花再嫁户好人家。不行，这做父母的哪能劝离？别废话，今天你们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我就让他吃刀子。亲家，咱有话好好说，您快把刀收起来。就是，这刀子可没长眼。哼，刀子虽然没长眼，可有的人还缺心眼呢。告诉你们，今天这和离书必须得签。你们家儿子的腿瘸了，没必要拖着我姑娘。我姑娘貌美如花，算命先生说她是妥妥的旺夫相。可你们家不识宝，加上有太多扫把星，总压她一头，把她的财运啊也给压没了。她再回去几天，乔员外就看上她了。人家乔员外说了，就要俺闺女这样的才能镇宅旺家。亲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你闺女还没和离就去找人家，按族规，这可是要进猪笼的。谁敢上来，我就将他大卸8块。爹娘，我们别跟他们多废话，直接跟和睦谈，反正今天我们是离定了。咱闺女说的对，直接跟和睦谈。和睦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好，你们等着。爹娘，我愿意签，夫妻一场，既然春花要走，要去过好日子，我也不拦着她，放她走吧。不过我有2个要求，春花可以走，
但是招福必须留下，他可是我何家的根。老大，你疯了呀！娘，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与其这样耗着，我不如放他走。我答应你。那第二个要求呢？要我答应和离也行，但是你们必须给我5两银子，不然就算把我杀了，我也不答应。你想得美！既然不给银子，那就一切免谈。老头子，你看怎样？闺女说的对，咱给吧，别跟他们耗着。行，我答应你们。赵福，以后你就跟着爹，娘有空了再回来看你。我不要跟爹，爹是个瘸子，在这儿吃不上顿好的。我要跟娘去过好日子。你这孩子，说你咋不听呢？先跟着你爹，到时候娘再回来接你。爹娘，咱们走吧。老大，快把银子拿出来让我放着。何木闭着眼睛没搭理他。老杨是沉不住气了，耐着性子说：老大，你耍什么脾气呀？快把钱拿出来。娘，从小到大我都听你话，你说卖闺女，我也二话不说。可那钱没有1分到我手上，我腿折了，你连几十文钱都不舍得出，不让我敷药。本来这腿不瘸的，现在硬生生被你给折腾瘸了。这钱我不会给你，我要拿来看脚伤。还有，这钱得花在招福身上。老大，你咋说话的？招凤他们是你闺女没错，可还不是我们养大的。你这条腿本来就好的差不多，谁让你自己摔一跤，现在又赖到我们头上。现在你要跟我们算账啊？啊，行，那你说，我们把你养大，这笔账怎么算？现在你翅膀硬了，要跟我们算起这笔账了。要说怨就怨招莲没把你给治好，别的不说，就光你娶李春花那2两银子彩礼钱，还是我们出的呢。这样，你给4两银子你娘，那1两银子你拿着。不行，我最少得要2两银子。行行，你要2两银子，那就给你。何木为了银子和媳妇签了和离书，这事儿很快就传出去了，在整个大田村传得沸沸扬扬，自然也传到招莲他们耳朵里。没想到这何木不仅卖女儿，现在还卖媳妇儿，真是个窝囊的。招莲这边起房子的进展很快，这房子起好了，大舅刘金柱他们也准备告辞了。没想到在临别前，刘同处说了件事儿，把大家炸得那是晕头转向。好你个小子，竟然藏得这么密实，把我们都瞒了过去。二哥，这事儿我俩也才刚定起来。大哥，就算他不能生娃，我也要娶她。你呀，你是让他迷住了，要是让娘知道，娘非气死不可。就是，依我看还是算了吧，娘肯定不会同意的。二哥，当初你娶二嫂的时候，娘一开始还不是不同意，那最后也同意了。三爹，可现在不一样，那姜思成亲6年都不能生娃，肯定是他的问题啊。就算他不能生孩子，我也要娶她。大舅，既然三舅喜欢，那咱们把这姑娘请过来吃顿饭，看看她怎么样，你们说呢？赵莲说的没错。好，就这么说定了。吃午饭的时候，赵莲把姜昆和姜思请过来了。饭桌上，姜思头也不敢抬。我妹妹人好又勤快，要说哪儿不好，就是嫁过去几年一直没得生养。可这事儿也说不准是谁的问题，她之前的婆家就说是我妹的问题，反正也就是这个事儿。要是你们不嫌弃，那就早日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我爹娘也是这样的意思。姜姐姐，我看一下你的手。赵莲，你跟我出来，你告诉大舅，你认为那姜思怎么样？刘金柱直截了当地问。刚才招莲拉着他的手，应该是帮他把脉。招莲说：大舅，我觉得姜姐姐人还可以，身体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绝对能生娃。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到时候我就回去跟娘说。大舅，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我只是这样觉得。没事儿，大舅相信你。
赵莲觉得压力山大，要是以后姜思真的生不出娃，他岂不是成了罪人？很快刘金柱他们回去后就和父母说了这事儿。关于姜思这事儿，刘老根说让严桂花亲自过来看。这桂花去找人看了昭莲进宅的日子，就亲自过来了，同样安排在昭莲这边见面。见面后，严桂花对姜思很满意，答应了他们俩的亲事。你这孩子，外祖母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外祖母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替我娘孝敬你们。难得三舅喜欢，先帮他度过这一关再说。既然昭莲把话说到这份上，严桂花也没再坚持，把银子收下了。不过她一再声明，以后有钱了一定会还上。昭莲这边一大早打算去家具铺订家具，今天又遇上了乐福楼的少东家乔峰。乔少爷，没想到你还认识这样的朋友，多谢了。做买卖嘛，难免会认识几个人。很快，乔峰走到一家家具铺的门前，停了下来。刘掌柜，好久不见，我今天刚好带个客人过来看家具，你给他打个折。哎，好说好说，乔少爷介绍过来的，当然有折扣啊。这位小姑娘，你看看喜欢哪一套啊？给你便宜点。你这能不能定做家具啊？我给你个图纸，你按着定做。哟，姑娘，这些款式新颖，老朽从来没见过这些款式啊。不过我家铺子多的是能人巧匠，虽然没见过，但是这也不难做，可以做，可以做。啊，姑娘，看你是要什么木，你要是要黄花梨呢，你这设计稿一整套8大件下来，至少啊要20两银子一套呢。掌柜的，我可是这乔少爷介绍来的，你不打个折？哎呦，姑娘，我这就是已经打了折了，要是外人来啊，没有25两银子打不住啊。行，那就要这样的一套。另外帮我做8张床，1.5米宽的。啊，好。不过这床呢，虽然不是黄花梨，但是啊，也是那降龙木，结实不长虫。8张床一共要6两银子，加上刚才的20两，一共是26两银子。这样，你先交10两银子定金。行，你们得抓紧时间给我做，我得赶着过年前进新房呢。刘掌柜，到时候记得告诉你们东家，是我带着客人过来的。乔少爷，我一定把话带到。走出门外，赵莲停下来。乔少爷，你这人也太不够敞亮了。要是我猜的没错，这一定是你们家开的铺子吧？啊？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是怎么知道的？赵莲姑娘，你太厉害了。我还看出来了，你有病，马上就准备发作。乔公子，告辞了，你还是尽早去看大夫吧。嘿，你这小姑娘好好的说话，怎么还诅咒起我们少爷来了？乔峰用手制止了梁冲的话，刚准备问，紧接着嗓子一阵发痒，激烈的喘起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少爷，你怎么了呀？快找昭莲！昭莲姑娘，快看看我们少爷啊！你们少爷平时有没有急救的药啊？没有啊，平常我们少爷都是喝药，可有一阵子没发作了，也就疏忽了没再喝药啊。赵莲赶紧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一个小药瓶，倒出一颗药丸，塞进乔峰的嘴巴里。不远处的男子看到这一幕，掉头赶紧往醉春楼走回去。你怎么知道我马上就会病发？我是猜的，你信不信？赵莲姑娘，你刚才给我们少爷吃的什么药啊？简直太神了呀！我这还剩一些，乔少爷，这些留着给你备用。你就这么给我了？不然呢？不过你乔少爷钱多，给我点银子也行。赵莲，看你人长得小小的，怎么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在蜜罐子里长大，没见识过坏人，当然单纯了。瞧你小小年纪，你吃过什么苦？你们有钱人根本就不懂我们穷苦人家的生活。
赵莲感觉到被冒犯，冷冷地看了乔峰一眼，掉头就走。哎，赵莲姑娘，赵莲姑娘，你有没有兴趣听故事？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没兴趣。听了赵莲的话，乔峰一脸沮丧地停下来。少爷，外边天冷，咱们回去吧。突然，乔峰看到地上多了一双小脚，惊讶地抬头。本姑娘改了主意，想听听你的故事。真的？快点儿，不然待会儿我又改变主意了。刚好旁边有间茶馆，乔峰看着赵莲，走，咱们进去喝杯茶。说着抬脚走了进去。醉春楼临街的包间里坐着一个脸色俊逸的男子。少东家，这就是昭莲姑娘，都是她，要不然这会儿乐福楼还被醉春楼压着呢。少东家，你多虑了，乔峰没那能耐经营家具铺。你懂什么呀？别看乔峰的臭小子弱不禁风，脑瓜子灵活得很。对了，少东家，刚才我看见小少爷他病发，那小姑娘给他吃了颗药丸，过了一会儿竟然奇迹般不喘了。看来这小姑娘不简单呢。茶馆，赵莲听乔峰说着他的故事，不由得感慨：赵莲姑娘，我们可以做朋友吗？看你长得像个姑娘，弱不禁风的啊，算了，我勉为其难当你是个好姐妹了。你别不服气，我能徒手把你举起来，你信不？我信。嘿嘿，你也太可爱了。你开心就好。突然，乔峰想起了一件事儿，一本正经地看着昭莲。赵莲姑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要是我猜的没错，你想跟我说家具设计图的事情。哎，你怎么知道？还用说吗？这可是明摆着的事。既然你知道，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是这样的，我看你设计的那家具比较新颖，我想采用你们的图纸，做套这样的家具样板，你看怎么样？当然行。太好了。不过我有个条件。哦，你说。这样，以后每个月用我设计图卖出来的家具，我要总利润的10%。我这条件不算苛刻吧？这样，我尽量替你争取。反正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就没得商量。我知道。他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有80%的把握，他断定父亲一定会答应。对了，赵莲，你既然有我这种病的特效药，那你就肯定懂得治我这种病，你看能不能把我治好？你这种病暂时没法根治，只能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到时候我给你采一些药，会对这种病情有所帮助。行，那就太谢谢你了。从茶馆出来，乔峰径直去了家具铺，让家具铺的刘掌柜按照那设计图多做一套，放在店里做样板。少东家，这要不要先请示老爷呀？你就照我说的做，到时候老爷怪罪下来，你就说是我让你做的，我会抽空跟父亲说的。行。赵莲去了县衙门，这段时间他每隔1个星期就会去一趟县衙门。小姐你来了，夫人刚出去没多久。那行，既然干娘不在，那我下次再过来。说着，赵莲掉头就走。你这孩子，你干娘不在，你就不来看看干爹呀？干爹，我以为干爹跟干娘一起出去了。算你转弯转得快。对了，你找干娘有什么事？她出去了，待会儿我跟她说，要不你进来等她。干爹，是这样的，我那宅子起好了，日子定的是2月7日，到时候请你和干娘赏个脸，过去喝酒。嘿呀，咱们赵莲能耐，居然起好宅子了。行，到时候我和你干娘一块过去。从县衙门出来，赵莲蹦蹦跳跳地上了街上，买好东西。赵莲总觉得有人在跟着自己，趁他不注意，闪身进了个小巷。小乞丐炮姐这会儿正数着铜钱呢。大哥，我想吃馒头，我想吃肉包。瞧你们没出息的样，只想吃个馒头包子，咱们得吃肉。
吃了肉，咱才有力气好砍柴。正说着，突然巷子里闪进来一个人，大家定眼一瞧，没想到正是上次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那昭莲姑娘。炮筒硬着头皮，别让她过来，说这些钱都是他们自己挣来的，没有乞讨，也没有再抢劫别人。这样就最好了。你要是胆敢再去抢劫，打得你们满地找牙。不，我们真的不敢了，不敢了。那就最好。我现在要交给你们一个任务。赵莲如此这般那般的对他们说了遍。何大觉得奇怪，刚才明明跟着那小娃子到这儿，怎么就不见了人影？看着旁边的小巷，心里一动，难道那臭丫头躲进巷子里去了？刚到小巷的旁边，突然被人拉了进去，套了麻袋，一阵拳打脚踢。救命！不一会儿，麻袋被拿开，只见何大被打得鼻青脸肿。说，为什么跟着我？我哪跟着你了？这条街那么大。还嘴硬是不是？继续给我打！别打了，别打了！我说，真贱！早说不就得了，非得再挨一顿揍。快说，是谁派你来的？我是醉春楼少东家派来的，想请小姑娘过去说几句话。又是醉春楼，回去告诉你们少东家，让他少弄这些歪门邪道，不然我对他不客气。滚！看着何大灰溜溜的走了，几个小乞丐一阵起哄。醉春楼的少东家请你过去，你咋不去啊？哼，他们都是坏人，我才不跟他们说话呢。其实我觉得过去和他谈谈也好，起码知道他想做什么。嘿，你这会儿倒是聪明了。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吧，不过可千万记住，不能再做坏事，要不然有你们好看的。说着，昭莲快步地走出小巷，一旁的小乞丐看着昭莲的背影，对炮筒说：老大，你说这小姑娘是什么人啊？就连醉春楼的少东家都想找她谈话。炮筒冷冷地看了眼那小乞丐，管他是什么人，反正咱们惹不起，咱们别惹他就是。你们千万别背着我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咱们还是老老实实挣些本分钱，先歇一会儿，等下午太阳小点，咱们上山砍柴去。快过年了，得挣些过年钱。何大拖着伤腿，一瘸一拐地向醉春楼走过去，丝毫没注意到昭莲在他背后跟着他。快走到醉春楼的时候，昭莲闪进了一旁的巷子，看着四下无人，气沉丹田，双脚提气，轻飘飘地落在醉春楼的屋顶上。昭莲找了刚才包厢的位置，轻轻地掀开上面的瓦，露出个小孔往下看。叫你办点事儿都办不到，要你何用啊？少东家，那小姑娘油盐不进，我还被几个小乞丐给打了一顿，看来他们肯定是一伙的。出去，废物一个！少东家，我看那小姑娘软硬不吃，咱们干脆派人混进乐福楼，在他们的菜里下药。混账东西！虽然我和乔峰不和，但乐福楼怎么样也是乔家产业，干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儿，要是被老爷子知道，他会剥了我的皮的。赵莲听到大吃了一惊，没想到乐福楼和醉春楼竟然都是乔家的产业。少东家，咱们如果不这样做，没别的法子，咱们下些泻药吃不死人，到时候出了事，老爷子肯定很生气，到时候把乔峰拉下，你再把乐福楼接手，重新整顿不就行了？行，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一定给我办得神不知鬼不觉，要是出了事儿，你知道该怎么办。在下知道，少东家你放心，这事与你无关。昭莲回到刚才的小巷子，找到那几个小乞丐，给了他们点钱，让他们盯着醉春楼的田掌柜，有什么风吹草动赶紧告诉自己。昭莲来到了乐福楼的时候，幸好乔峰还在。昭莲，你怎么回来了？我来帮你，不然你被别人害了还不知道，谁叫我这人心软。谁想害我们少爷？你有事瞒着我。醉春楼是不是也是乔家产业？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他们正想密谋害你呢。不可能，再怎么他也是我大哥，虽然是同父异母，应该不至于真的这样。哼，你爱信不信，我还真不应该帮你。说着，把乐福楼出去遇到的事儿和刚才自己在醉春楼听到的话跟他说了一遍。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你们一定要有所防范。咱们就看他们到底想要耍什么花招。正说着，小二陈四皱着眉头上来了。赵莲姑娘，一个小乞丐说要来找你，快把他叫上来。陈四有些犹豫，看了眼乔峰，乔峰瞪了他一眼。还愣着干什么？照赵莲姑娘说的做。是。很快，小乞丐炮筒上来了，跟赵莲说，那田掌柜匆匆忙忙的出来，去临街找了另外一帮乞丐。他们找乞丐干什么？赵莲眼睛亮晶晶，声音清脆，说肯定他们来乐福楼消费。对，赵莲姑娘说的没错。我听那些乞丐说了，说那人奇怪的很，竟然出钱让他们去乐福楼吃饭，另外还给他们钱。只有一个要求，还给了他们一包药，那就是想办法在菜里加点料，并且还拿了些干净衣服让他们换上。我觉得这事儿很蹊跷，所以就赶紧过来报给你们听。陈叔，你得注意了，你和陈四下去严密监视那些客人，看有可疑的立马铐起来送官府。是，我立马下去。陈掌柜赶紧招呼陈四一起下去。梁冲，你也一块下去。少爷，你怎么办？我不放心。放心吧，有我在呢，我不会让这好姐姐受伤的。你是哥哥。生气啦？你呀，你就该学点功夫，你这体质得强身健体才不会病发，况且学点功夫也可以防身。看你那呆愣的样子，我勉为其难教你几招吧。你教我功夫，你会功夫，不然呢？赵莲白了他一眼。你学不学啊？不学拉倒。学。这时梁冲急匆匆的上来了。少爷，下边来了5、6多个人，有些可疑呀。行了，你下去继续监视。楼下确实有一桌可疑的人，虽然穿着干净的衣服，但那头发乱糟糟的，还有菜一上桌就一抢而空了。眼看着快要吃饱，有个人开始在菜里面加料，其他的在到处晃悠。梁冲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在菜里加料那人的手。少爷，那些人全部被抓到了，赶紧送官府。慢着，乔少爷，人家都不念兄弟情，你还在这犹豫？你这么优柔寡断，怎么能干大事啊？哎呀，你可别忘了，你不想害人，可是他却想害你。行，送就送吧。我陪你一块去县衙门。由于田掌柜找的这些都是乞丐，上到堂上还没等到用刑就自动招了，说是田掌柜花钱找他们过来吃饭，然后趁机下药。大胆田七，先前已犯一次，现在死性不改，你可知罪？大人，小人知罪，都是我一人所作所为，不关少东家的事。田掌柜，我看事情不是这样吧？你刻意隐瞒事实，罪加一等。大人，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赵莲将小二一直跟踪自己，被自己发现后反跟踪，再到最后自己发现了他们的谈话，识穿他们的阴谋诡计，这才轻松地把他们抓获。大胆田七，竟然屡教不改，还隐瞒事实！来人呐！大人，我招。好你个狗奴才，整件事都是你出谋划策，你现在倒推到我的头上。少东家，话不是这么说，你可是主人，没有你点头，我敢去做吗？你闭嘴！大人，我大哥受小人指使，只是一时头脑发热，望大人开恩。你闭嘴！这头将我送官，这头又帮我求情，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告诉你，我不会领你的情的。大哥，
不要叫我大哥，我没有你这样的弟，你把我害成这样，你满意了？我也不想，我只希望你做事不要极端。说完，乔峰再次向县令请求：大人，我不再追究乔丹的责任，望大人开恩。公堂之上，岂能儿戏？乔丹，他已触犯律法，来人，把他押入大牢，押后再审。大人，慢着！关键时刻，父亲乔泰过来了。宋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大人，此乃家事，可否能网开一面？犬子都是受了那些狗奴才的挑拨呀！来人，乔丹打20大板，罚款10两，赔付乐福楼。田掌柜打20大板，押入大牢，立刻行刑，而后退堂。谢大人。爹。乔峰看着乔泰从头到尾没有看自己一眼，忍不住喊了句：风儿，你让我怎么说你？他再怎么也是你哥，你就忍心想看他死啊？乔老爷，话可不是这样说的，您的大儿子还想乔峰死呢。要是事情反过来，你又会怎样？你是谁？这是我们的家事，与你何干？姚梅自己这时候走进来。乔员外，赵莲可是我干女儿，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意见？宋夫人。干娘。哎，赵莲，这是怎么回事啊？宋县令走了下来。夫人，没事了。既然已经退堂，乔峰和乔泰退了下去，杨梅把昭莲留了下来。昭莲，上午的时候你干爹还说你来着，我没看见你，没想到这次你来了是为了乔家这事儿，以后没事儿还是少掺和别人的事儿，干娘担心你，知道不？干娘，你不知道那乔丹有多坏，要不是我知道，乔峰就被他害惨了。你呀，做事都不考虑后果，万一他们要对付你咋办？我不怕，我会功夫，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双我就打一双。行了行了，真拿你没办法。干娘，到时候我进新房，你和干爹一定要来。知道，干娘干爹一定会过去的。来，陪干娘说会话。大田村，何木的腿还是不能走路，何家基本上已经放弃他了。老杨是把他身上的钱榨干后，现在对他爱答不理。这天中午，何木让儿子招福去找姐姐招凤，说再不看爹，爹就死了。大姐，爹快死了，你快点去看看爹吧。什么？大姐，我不骗你，咱爹快死了，爹让我来叫你去见他最后一面。哎，大姐，要去你去，我不去。招弟，你怎么？他好歹是我们爹。我没有这样的爹，这是他自找的，我才不去。大姐，你快跟我回去。哎呀！到了何家，老杨氏看见招凤，冷着脸讥笑：哟，你今天怎么会来这儿？是不是想看我们的笑话？阿奶，我想来看看我爹。你来的正好，赶紧给你爹倒公桶。爹。赵凤，你怎么来了？我对不住你们姐妹，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我落到今天如此下场，都是报应啊。爹，你别说了。不，我要说，我怕我不说，再也没有机会说了。赵凤，爹要是走了不怕，可是爹不放心招福，他是你弟弟，虽然不是同一母亲，可他也是在你背上长大的。爹，你别再说了，我先把你当公桶。说完，赵凤把散发着恶臭的公桶拿出去，这不知道存了多久，这老杨氏都不管。老杨氏在堂屋里冷眼看着赵凤忙进忙出，他现在又开始打起了新的主意。赵莲下午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听招娣说赵凤去了何家，顿时大吃一惊，刚想出去找他，
扭头刚好看到昭凤回来了。大姐，你咋的了？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我去给你报仇。没有，他们没有欺负我。你不知道，爹他现在变成怎样，剩下皮包骨头，路也走不了。我得回去照顾他。你疯了？我没疯，我要回去照顾爹和弟弟。大姐，咱们好不容易离开了何家，你怎么还要回去啊？阿奶说的对，我不回去照顾爹，没人照顾爹，还有招福。大姐，这样以后你每天都过去看他，这样行不行？你不要走。不行，阿奶说了，我必须得回去，要不然他不给爹吃饭。你是不知道爹的那个样子。昭莲真的无语了，自己好不容易把他拉了出来，昭凤居然要跳回那火坑。时间很快就到了昭莲进新房的这一天。昭莲，你这宅子砌得可真漂亮，比县衙还要漂亮。县令夫人可真漂亮，一看就是富家贵太太。昭莲居然这么有能耐，能结识到县令，看来以后可不能轻易的得罪他呀。干娘，我这屋子哪能和你那县衙比呀？你要是喜欢，就在我这住下，想住多久住多久，到时候我还可以带你上山去打猎呢。真的？夫人，你不是来真的吧？谁说只许你们男人打猎？我们女人也可以。昭莲，你说是不是？啊，对，干娘说的没错。走，我带你去见我师傅，他可是个老猎户。说着，昭莲把杨梅带到杨猎户的面前。师傅，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干娘，也是县令夫人。县令夫人好。师傅，我干娘说也要拜你为师呢。哎呦，使不得，这可真的是折煞在下了。行了，我也只是说说而已。看你吓得那样，我要真的想去打猎，大人也不肯呢。干爹干娘，来，你们进里屋坐。说着，杨猎户把县令他们带到了堂屋，紧接着又把杨桂花他们带过来。干娘，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外祖母。杨桂花他们这时也惊呆了，没想到这外孙女还认了县令他们做干爹干娘。乔峰这时候也过来向宋大人行礼问好。昭莲这边忙活着招呼客人，等闲了下来，左看右看没看到昭凤，赶紧让招娣去把昭凤叫回来吃饭。大姐，你咋这样呢？他们那么对你，你咋还处处想着他们？我不去，昭莲没有请阿奶，阿奶肯定不高兴的。昭福满脸的恼怒，不依不饶的大声叫喊：我不管，我要去吃席。去，你这丫头咋不去呢？你不仅要过去，咱们都一块跟着过去吃饭，我就不信了，我们去了他会赶我们走。这又难倒他了。这时候昭莲看到他们都过去，还不知道会咋样。还愣着干啥呀？快去呀！我好久没吃过肉了，今天我要好好的吃一顿。我娘说了，咱们不仅要吃，还要打包。我娘也说了，这是喜事，咱们去不会被赶的。不吃白不吃，凭啥不让我们吃啊？我要吃鸡腿，还要吃肉。瞧你这点出息，快点把口水擦了。老二媳妇儿，老三媳妇儿，你们待会儿跟着娃子他们站一桌，我和你爹他们坐另外一桌。咱们不仅要吃，而且还得打包，听到了不？这一次办酒席，昭莲不收红包，请大家过来吃顿便饭，顺便踩踩房子，旺旺人气。眼看着准备开饭，昭莲看到昭凤和招娣还没回来，心里有些着急。招娣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妹妹，我本来只叫大姐回来，没想到他们也跟着回来吃饭，我是不是把这事儿给办砸了？何家人脸皮厚，这不关你的事。妹妹，那今天的菜够不够？没事，干爹干娘都在这看着呢，
反正今天的菜跟饭也够，谅他们也不敢使出什么幺蛾子。很快就可以开饭了，大家开始上桌。赵莲把宋县令和高捕头，还有村长和乔峰他们安排在了一桌。县令大人，我敬您一杯。村长，要说昭莲还多亏你照顾，这杯应该我们敬你。哪儿的话，这都是我做村长应该做的。村长，我真是得好好谢谢你，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话中，乔峰终于知道了昭莲的过往，不由得越发钦佩。老杨氏本来正开心着呢，自家占了2桌，等一下吃不完全部打包。没想到这一眨眼的功夫，陈冬花居然过来了。哎，我说陈冬花，这都是我们一家人做的，你咋挤进来了？嘿，谁规定宴席就你们一家子做呀？这空了几个位置还不许人坐啦？人家昭莲都没请你们，你们来能让你们吃饭就不错了。你一家人还想占2桌，想得那么美呢。很快菜上桌了。杨氏，你们也太那个了，这么多菜我只打包了1盘。你还好意思说？你那盆全是肉呢，我们还没吃完呢你就打包，要是我们反应的慢点儿，菜都被你倒完了。嘿，老杨氏，你也太不要脸了，这吃酒不请自来也就那样了，竟然连人家的菜盘子都想拿走啊！不是吧，这何家人也太丢人了，竟然不请自来，还把那盘子都想端走。不是吧，这县令爷里边坐着呢，这可真丢我们大田村的脸。就是像饿死鬼投胎似的。陈大娘，怎么回事啊？陈冬花赶紧将这事儿跟昭莲说了一遍。谁说我们要这碟子？我们到时候会拿回来。行了，给你们发油纸袋，赶紧的用袋子装起来，别在这丢人现眼。昭莲，你这宅子起得可真漂亮，阿奶想进去瞧瞧，可以不？行啊，不过我告诉你，我干爹县令老爷可在里边坐着，要是让他知道你们以前对我曾经做过的事情，说不定会把你们抓起来。我相信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说完撒腿就跑。哎，别走啊，进去看看吧。梁珠看了看屋子里，眼里有着期待。那房子太漂亮了，他也想进去看看。当家的，咱们要不要进去看看？我才不进去呢，要去你去。招福大声地说道。我要进去那漂亮房子看看，我要进去。对，招福，咱们进去看看。来，二婶带你进去。娘，我也要去。月娥，你们去哪儿啊？哇，这房子太漂亮了，还有这凳子、椅子，可真好看。快，有糖！那是我的糖。家业赶紧跑上去，把剩下的糖拿在手里。我也要糖。河东也挤了过来，他个子小，哪是河东的对手，被河东一把给推倒在地，按在地上直抢，顿时嗷嗷直哭。娘，他们把我的糖抢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娘，他们把我的糖拿了。这哪来的孩子啊，竟然上手抢糖？你们的娘吗？难道没教你们吗？不问自取就是偷。哎呀，瞧你说的，不就几颗糖吗？至于说偷吗？哼，你又是谁啊？你可不是咱们村的，这外村人还想教训我们村人。可不就是，我们可是昭莲的二婶、三婶儿。这是我家，由不得你们放肆。你们跟我瞎攀关系，我现在可不是何家人。告诉你们，谁要是敢在我的宅子乱拿东西，县令老爷可在楼上呢，直接治你们的罪。家业不苦，来，表姐给糖给你。我也要糖。我刚说完，你不长记性，居然还想上手抢！你这扫把星！你再说一句！哼，扫把星，扫把星，扫把星！昭莲抓住招福的衣服往上举。昭莲，你快把它放下！哎，昭莲，
你快点把他放下吧，这要是不小心待会儿掉地上，可就出人命了。昭莲，孙大姐求你了，你快把他放下。看着昭凤脸色有些愠怒，昭莲这才把昭福放下。昭福，你没事吧？我娘说的没错，你们没一个好人，你这赔钱货，就看着我被这小百姓欺负。你敢打大姐？昭莲，你太过分了，昭福还小。大姐，他打你，你竟然还帮他说话，还不是刚才你把他惹生气，他才会那样对我。何况他是你弟，你给他2颗糖又咋了？你如今那么大个宅子都起了，这2颗糖又算得了什么？梁珠在一旁煽风点火。就是昭凤啊，亏你还把她当妹妹呢，她压根没把你当姐姐啊。就是啊，昭凤，如今昭莲能挣银子，哪还把你这姐姐放在眼里啊？你想想，她对你爹那样，眼睁睁看着你爹瘸了，也不帮他治腿。大姐，你别听他们胡说，他们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别中了他们的奸计。2婶3婶说的没错，当初但凡你帮一下爹，他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你看杨丽户的腿，现在都能跳能走，还能上山打猎呢。你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叫着师傅，自己的爹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你居然也狠得下心不帮他治。你请那么多人吃饭，不收银子，可你唯独不请何家人。你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爹也没有你的今天。爹虽然没有做得很好，可他毕竟也养了你那么大，你居然能狠得下心让他瘸，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招娣不可思议地看着昭凤。大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妹妹？难道你忘了当初她对我们怎么样？这些你都忘了吗？我没忘，可再怎么样，那是生我们养我们的爹，我们应该要感恩。昭福，我们走。哎，大姐，你等等我。大姐，你不要怪妹妹。还有，你别听2婶和3婶说的话，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不和，那样的话你就中了他们的奸计。招娣，我才是大姐，这些我都知道，你不要像昭莲那样来教训我，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笨。说着，昭凤冷着脸，头也没回的走了。招娣呆呆的站在原地，大姐回去何家半个月，怎么好像整个人都变了？孙尚香担心的看了看昭莲。昭莲，昭凤好像生气了。大舅妈、外祖母没事的，你们继续吃饭吧。昭莲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昭凤她怎么又回何家了？哎呀，这可咋办呢？看来昭凤是把你给恨上了，现在她又住在何家，整日里听他们挑拨离间，没准啊，把你和招娣当仇人呐。外祖母，你就别担心了，到时候我会找机会跟昭凤解释，她会明白的。记住外祖母说的话，姐妹哪有隔夜仇？你可不要让误会越来越深了。外祖母，你们放心吧，现在房子也起好了，就在这住，啥时候想回去了再回去。阿奶，我们要住新宅子。不行，家里还有几只鸡等着喂呢，而且地里也有不少活。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娘，我想住新宅子。咱们听阿奶的话啊。大舅妈，你就让他们在这住吧，等啥时候他们住腻了，再送他们俩回去。哎呦，不行不行！吃了饭洗了碗，很快村民搬着桌子走了。宋县令和乔峰没过多久也告辞了。干娘，要不你在我这住上几天？干娘也想，可是干娘也不放心你干爹一人在家，还是算了。恐怕是干娘舍不得干爹吧。你这孩子呀，像个小人精，说这话也不害臊。干爹干娘，你们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你这丫头，这些话从哪儿学的呀？行了，我们先走了，有空啊，干爹干娘再来看你。梁冲牵着马车过来了。
赵莲姑娘，其实我倒是有兴趣，想跟你一块儿上山打猎。瞧你手无缚鸡之力，我要是带你上山，不知道是该照顾你还是打猎。你别小瞧我，我到时候也让我爹给我请个师傅，你就走着瞧。行，那我就等着，你一定得学好功夫，别让我瞧不起你。那咱们一言为定，到时候等我学好了功夫，你就带我上山打猎。好，说好了，一言为定。乔峰上了马车，杨桂花他们走的时候，赵莲给他们拿了很多的东西。赵莲，这些菜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和二姐也吃不了多少，你们人多就拿回去吃。再说了，我还经常上山呢，这些东西山上都有。赵莲，听外祖母的话，你以后啊，能不上山就不要上山了，山上多危险呐。我知道啦。对了，外祖母，我这有些药，你拿回去包给外祖父喝。一直到了下午，最后大家伙都走了。妹妹，你说大姐现在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她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二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太过分了？没有，我当然不怪你，何姐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人看，只是当我们是牲口一样使。爹从来也没有把我们当成女儿，任凭二娘对我们又打又骂。想起以前的日子，他就觉得不寒而栗。自从跟妹妹在一起，自由自在，就算是没吃的，他也心甘情愿。行了，不要想那么多，咱们先扫地，再擦一下那些桌子。姐妹两人一直忙了大半天，临近傍晚才把卫生搞完。偌大的房子只有他们两个人，看着有些冷清。赵弟不由得开口：咱们住这么漂亮的房子，要是大姐在就好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好不容易出来了，为什么招凤要回去？招娣说：妹妹，这房子这么大，咱们要不把小青也接出来吧？算了，那边房子昏暗潮湿，小青也喜欢待在那边，就让她在那边吧。再说了，我会时不时的过去的。何家。回到何家时，招凤首先进了房间。招凤，你回来了，我还怕你不回来了。爹，怎么会呢？我不会撇下你的。说着，招凤笑了笑，拿出了馒头，一脸的炫耀。爹，这是我打包回来的馒头，你快点吃，里面还有猪头肉呢。招凤，都是爹对不起你，你不该留下来，你应该和招莲在一块儿。爹，我不会把你扔下的。爹，你快吃，要是让阿奶知道你吃了馒头，待会儿没有晚饭给你吃。吃了个馒头，何木有了点力气，赶紧坐起来。爹，你吃糖。爹不吃糖，你留着。爹不吃，我吃。招福跳着走进来。招福，你干嘛？哼，何月娥果然说的没错，你口袋装了糖，快给我。招福，先给一颗你，剩下的这几颗先留着，到时候大姐给你慢慢吃。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想留着慢慢吃，我全部都要。招福，你住手！你不是我大姐，你跟那扫把星一样，只会欺负我，有糖不给我吃。招福，你别哭。哎呀，大姐不是故意的，大姐留着糖，以后也是给你吃。招凤，别管她，让她哭。她娘现在不在了，她还和以前一样无法无天，迟早惹事。招福怎么哭了？谁惹你了？阿奶，大姐口袋里有糖，她不给我。什么？你这死丫头，居然口袋里揣着糖！快过来，让我看看。阿奶，这是招娣给我的。你过来。阿奶，这是招娣给我的。你自己居然私藏不给弟弟妹妹，你还有理了？说着，老杨是扬手打了招凤一巴掌，并把他口袋里的糖都抢了。何木涨红着脸：娘，你也太过分了，小孩的糖你也抢。
赵府，我们出去。说着，老杨氏也没搭理何木，牵着赵府出去了。赵凤，爹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爹，不怪你，都是赵莲。要是他帮你治腿，也不会变成如今这样。别怪他，是爹对不起赵莲在先，爹也不怪他。你扶爹起来，爹不能再继续躺下去了。赵凤擦了擦脸上的泪，赶紧扶着何木下了地。何木那变形的腿弯曲着，每一次走路，断骨头那传来了巨大的疼痛，让他的腿止不住打哆嗦。实在是太痛了，何木脸部扭曲的嘶吼，整个人摔倒在地。爹没用，是爹没用。爹，你怎么了？爹！赵凤，爹求你了，你去求求赵莲，让他想办法医治我的腿。看着赵凤犹豫不决，赵凤，算爹求你了，你就可怜可怜爹，去求求赵莲，要不你让他把我的腿砍断也好，就这样拖着断腿太疼了，我实在是太难受了。爹，你别这样，我明天一早就去。听着房间里传出的哭声，杨森皱了皱眉头。老婆子，你去看看，这老大又抽什么风？没事，走不了路干嚎呗。这老大的腿是治不好了，如今和那废人差不多，幸好那臭丫头回来了，不然谁照顾他？何竹和何树相视了一眼，他俩都商量好了，如今大哥变成这样，他们俩想把大哥分出去。娘，不如我们把大哥分出去。瞧你说的，你大哥这样子，把你大哥分出去了，他吃啥？娘，你看现在大哥一家三口，一个劳动力都没有，可是我们还得养他3张嘴。可不是嘛，再这么继续下去，那哪行啊？可现在这样，要把他分出去，那不明摆着让他们3个人饿死吗？娘，你看赵莲如今起的大宅子，他银子可多着呢，要是把大哥分出去，我就不信他会狠心不给他爹吃。就算不给他爹吃，他也不至于不给招凤吃，只要有招凤一口吃的，绝对饿不死大伯哥他们。老婆子，我觉得老二媳妇儿说的有道理啊。爹啊，你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是吧？像咱们跟赵莲要吃的，那肯定是要不到吃的，可招凤不一样啊，咱们把他们3个分出去了，咱们还能省一些口粮，他们也不会饿死。要是走投无路，赵凤肯定会问赵莲。梁珠如此这般，如此那般的说，就连老杨氏也听明白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是招福还那么小，娘，只要招凤有一口吃的，就指定饿不着招福。老婆子，这办法我看行。爹，这事儿指定错不了。房间里的何木和招凤哭成了一团，丝毫不知道堂屋外面的几个人正在想办法将他们3人分出去。晚上吃饭的时候，何木坐在饭桌上，梁珠和高凤顿时罕见的离桌。何木知道今天这顿肯定是鸿门宴。娘，你是不是有事要和我商量？不着急，咱们先吃饭，吃了再说。既然他不说，那何木也没再问，端起饭碗吃起来。很快吃完饭了。娘，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老杨是清了清嗓子，看着一旁的何森。老头子，要不还是你来说吧。这事儿啊，你说就行。这个死老头，啥事都让自己说，丑人都让自己做。老大，你也知道咱们家没钱，也没多少粮食，还得供何润读书，一顿10来张嘴，也吃不少粮食。你如今的腿瘸了，也干不了啥活儿。你一家3张嘴巴，光吃饭不干活儿，老二和老三也有意见。我和你爹商量过了，打算从明天开始，把你们一家3口分出去。赵凤懵了，什么？安乃竟然要将他们分出去？娘，
我如今这样子还带着2个小的，你这分明就是赶我们去死啊！大伯哥啊，话也不是这样说的。你看，想当初昭莲被打个半死的赶了出去，现如今他起了大房子，还挣了不少钱呢。这一切还不都得是多的你们？要我说啊，说不定啊，你这次分家了，到时候跟昭莲一样，也能挣到大钱呢。你一个大男人，总不至于比昭莲还要差吧？你说是不是？看何木说不出话，梁珠更是冷笑。大伯哥啊，都说人要置于死地而后生，说不定到时候被这样一逼，你的潜力就激发出来了呢。你想想，你可是昭莲他爹啊，怎么可能连女儿都不如呢？你说是不是？要是我猜的没错，这主意一定是你提出来的吧？大伯哥啊，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不信你问娘。娘，这本来就是你先说的。哎呀，你这傻孩子，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娘，你怎么能这样？你这孩子，娘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读书可要银子，这钱不少，银子从哪儿来呀？要是因为我读书就把大伯分家出去，这书我不读也罢。说完，何润看着何木，一脸的愧疚。大伯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同意让他们跟你分家的。何润说完，看着老杨氏和梁珠，一脸认真地说：阿奶娘，你们要坚持让大伯分家，明天我就不去私塾了。说完，何润径自地走回了房间。嗨，当家的，你看看何润他咋这样，我让他读书还读出个仇人来了。证明何润这孩子有良心，他的书没白读，不像有些人良心被狗吃了。大哥，你这话说谁呢？你说呢？何润读书这几年要花钱，我哪说过什么？你当初娶媳妇儿要凑聘礼的时候，是我和你嫂子上山砍柴去卖，帮你凑了彩礼钱。还有当年上树掏鸟窝摔断腿的时候，是我背着你回来去找了大夫。还有你被隔壁村那几个小子按在地上打的时候，是我拿着棍子去把他们打走。你现在好了伤疤忘了疼，过河拆桥，你忘了大哥这些年帮过你的事儿。要不是大哥提起，自己还真忘了这些事儿。何竹顿时满脸发烫，一脸的羞愧。算了，早点洗洗睡吧，这事儿下次再说。他爹。老杨是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到底没再说出口。大哥，我扶你进去。哼，大哥，走，咱们先回房。听阿爷说这事儿以后再说，昭凤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事儿最气的就是梁珠。不仅如此，看着丈夫一脸陪笑的表情，她想着就来气。媳妇儿，你就别气了。房间里看着梁珠面色愠怒，何竹一脸的陪笑。现在大哥这个样子，你提出分家，这怎么合适啊？我是为我自己吗？我是为咱们儿子。哎，我知道你是为了儿子，可是你听听他说的话，他说要是将大哥分出去，他就不去读书了。你们父子俩真是气死我了。三房高凤此时也在房间里和丈夫何树小声的嘀咕：我告诉你，这事儿咱们一定不能跟风，不到万不得已，咱们都别吭声。老杨是也在房间里和杨森唠叨：老头子，老大说的对，咱不应该趁他病要他命，要不分家的事儿就算了。不分就不分吧，重要的是润儿她说要是分了家，她就不去学堂，这怎么成啊？行，那这事儿啊，以后咱们就别说了，明天得早起一点儿，叫润儿去读书。这孩子一根筋，你不跟他说好，他指定不去。他现在的盼头就是盼着何润能考到童生。这天一早，吃过早饭，赵莲背着背篓出门了。妹妹，这么冷的天，看着好像要准备下雨的样子，你去哪儿啊？我带小青出去转悠，顺便去山上逛逛，你中午不用等我吃饭。哦，
那你一定要小心，没事早点回来。出了新宅子的门，昭莲绕到了旧宅子，开门走进去。今天小青看着格外的精神，刚开门就爬上了昭莲的身上。小青，想我了吧？昭莲一脸认真地看着小青，小青上下点了点头，仿佛在说是的是的。小青，你知不知道这个地道的秘密啊？你到底又是谁啊？突然小青发出了吱吱声。小青，你到底知不知道这儿的秘密？你要是知道就告诉我，